我这人天生一身反骨，从来不按套路出牌。3岁那年，我就敢把家里的柴火垛全拆了，在院子里摆阵法。小兔崽子反了天了！5岁，我调皮捣蛋，能把教书先生气得直跳脚。6岁时，我力气便异于常人，院里那口沉如磐石的大缸，旁人束手无策，我一人便能挪动。后来，嫡母嫌我顽劣，为我辟了这间府里最深处的屋子，每日3餐送至门外，断绝旁人往来，更不许我踏出房门半步。可如今，他们为了甩掉我这个包袱，竟然要把我嫁给一个大力美男子。太好了，我的拳头刚好痒了。我娘原是嫡母的陪嫁丫鬟，两人自幼一处长大，情分深厚。嫡母不忍与她分离，便在怀上姐姐那年做主将她抬了姨娘。不出2个月，我娘便怀上了我。我和姐姐生辰相差不过只有半年。姐姐打小温柔10里，是嫡母一手教出来的大家闺秀，而我天生是个反骨，骨子里没有半分同理心。我在先生的课上捣了乱，娘一句重话都没说，只是默默替我洗净了手，抱着我长长的叹了口气。她那一声叹息里全是后怕，她怕极了我再这么没了规矩，会被交到冷面冷心的嬷嬷们手里去学规矩。我娘的担忧到底还是应验了。没过几日，嫡母嫌我太过顽劣，把我交到了规矩极严的嬷嬷手里。她不是什么好人，背着人骂我小美女，还以为自己是小可爱呢。她见我不恼，反倒憋了个奇葩歪招，让他家8岁小孩来跟我牵手沾财气。这可是自带福气的千金小姐，牵上手直接暴富，赶紧牵住！我没哭，只拿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，等着他上前就咬他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一辈子都是吓人的命。他气不过，还想对我动手，结果自己没站稳，还旋转了一圈，哎呦，一头磕在了木柴堆上。哎呦喂，我的老腰啊！夫人救命啊！二小姐心思歹毒，趁老奴不备，竟将老奴推入柴堆呀！这嬷嬷自己摔了，竟倒翻天罡去嫡母面前告我的状。可嫡母是个明白人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满嘴胡言。你生的这般肥硕粗壮，水桶般粗壮的身段，他一个3岁的小娃娃，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推你？我看分明是你自己笨手笨脚摔的，还敢来攀咬主子！把他拖出去，永远不准再进府。他因诬陷我被赶出府，后来嫡母又换了几个嬷嬷来教我规矩，可惜都被我无声的气走了。换的那几个嬷嬷没有一个全虚全伪走出来的，到后来再也寻不着敢接这差事的人了。嫡母和我娘头疼不已，我爹对我失望透顶，任我自生自灭。他有了嫡母生的2个儿子，眼里里心里再也懒得给我半点关注。后来嫡母见我还是如此调皮，便下令说是女儿家切忌顽劣，必须得好好收一收心。她特意为我辟了这间府里最深处的屋子，说是为了让我免受外界喧嚣打扰，静心向学。每日1日3餐按时送到门外，不许旁人随意进出，自然也不许我踏出这房半步。这看似体贴入微的规训，倒真让我在这一方4角天地里，日复一日的把规矩刻进了骨头里。后来负责给我送饭的丫鬟隔3差5便不来，在丫鬟眼里，这个2小姐早被主子们丢开手了，无人过问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的力气变得异于常人，旁人眼中的千钧之重，于我而言不过轻如鸿毛。后来我也时不时凭着这股子力气，顺手帮大家解决些难处。他们实在过分，竟连饭都不给青儿送。也会向长辈告状，但每次都会因靠近我的事挨顿训斥，其他的依然没有改变。住口！谁让你去偏院找他的？平白丢了咱们府上的体面，规矩都抛到脑后去了吗？我的嫡姐，长辈们3令5申，不许他靠近我，可他偏偏总在夜里偷偷摸到我窗下，给我送点心。多亏姐姐每天偷着喂我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转眼到了我14岁。那年姐姐急逼，侯府世子遣了媒人上门提亲，侯府百年望族手握重权，姐姐嫁过去，算是高攀了门好亲事。只是姐姐一走，
这府里便再没有人记得为我了。姐姐出嫁前一天，跪求爹和嫡母念在骨肉亲情，别让我挨饿。求父亲、母亲，别让妹妹挨饿，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。父亲和嫡母终究是点了头答应下来。当天半夜，姐姐打开我的房门，坐在我身边为我梳洗。青儿，姐姐明日便要出嫁，再也无法管你了。她担心自己出嫁后没人喂我，在她心里，妹妹只是个没人疼的孩子，才一步步变成了如今孤僻的模样。姐姐，不要哭。青儿，你会说话？是，姐姐。我并非不能说话，只是从前不愿意开口罢了。爹娘、姨娘，你们快来，妹妹会说话了。他们太久没过问我了，竟不晓得我已长成了这般模样，眉目间还透着清秀。舒儿，你说她开口说话了？青儿，快向爹娘问安。爹、嫡母、小娘，多年不说话的人突然开口，真是枯树生花的奇事啊！姐姐最是欢喜，安心的上了花轿。这个时候，姐姐16岁，我15岁。起轿！为不让姐姐担心，我再未暴力伤人，平日温顺少言，对一切毫无情绪。我爹他们逐渐对我放松了警惕，不再关着我，总算是给了我一个庶女的体面。他们不知，夜深人静时，我会重拳捶地，释放心底的暴力。我的手上总带着伤，时日一长，人人皆知伤从何来，却都装作未见。于他们而言，我看似正常便足够。小娘问起，我只回2个字：没事。转眼到了16岁，姐姐嫁入侯府，鲜少回门，偶尔回来一趟，也是绕着我走的。莫不是姐姐也不要我了？我不明白为什么。难道是姐姐不爱我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总会隐隐难受。这天家里来了媒婆为我说亲，说的是个穷橘子，嫡母一口便应了。在他眼里，秀才来娶都该烧高香，只是他们高兴得太早，忘了问我这个当事人愿不愿意。他们领着几个壮婆子才赶来问我，怕我一拳捶裂了地砖。青儿，有户人家想要聘你，你觉得怎样？姐姐回来，你们快去请大小姐回来。青儿，出嫁吧，女子迟早要有个归处。姐姐，他们欺负你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待白我很好。姐姐看起来不快乐。青儿，我的事由我自己去应对，既已嫁了人，我得学着靠自己立起来。姐姐，我出嫁能让你高兴吗？会的。好，我嫁。嫁与不嫁，不过换个地方住，能叫姐姐宽心便好。嫡母派婆子去打听那陆景年的底细，他娘泼辣蛮横，家中丫鬟常被打骂。陆景年本人面上温文，暗地里却爱动手。他们犹豫了，明知是坑，却又怕错过这一桩。实话与你说了，这人家不太干净，你要是不愿意，便再等等。我嫁。别打死人，对你姐姐名声不好。好。出嫁那日，姐姐赶回来送嫁，直到上了画轿还在忧心。她早劝我不要嫁。姐姐放心，我不会打死他，顶多打到他服气。姐姐当即便闭了嘴。我心道，与其让陆景年去祸害别的女子，不如让自家妹妹去祸害他。成亲当晚，略带醉意的陆景年进入喜房，轻轻掀了我的盖头，眼中出现一抹惊艳之色。待反应过来后，他脚步微晃地坐在我的身边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真没想到，比起小时候，你越发美丽了。这般模样，倒让我移不开眼。好大的酒气！你这毒妇！他想抬脚踹我，我快他一步，先给他踹了。
婆婆听到自家儿子的惨叫，带着2个丫鬟就要闯入新房，春桃还守在门口。对你姐姐名声不好。好。出嫁那日，姐姐赶回来送嫁，直到上了画轿还在忧心。她早劝我不要嫁。姐姐放心，我不会打死他，顶多打到他服气。姐姐当即便闭了嘴。我心道，与其让陆景年去祸害别的女子，不如让自家妹妹去祸害他。成亲当晚，略带醉意的陆景年进入喜房，轻轻掀了我的盖头，眼中出现一抹惊艳之色。待反应过来后，他脚步微晃地坐在我的身边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真没想到，比起小时候，你越发美丽了。这般模样，倒让我移不开眼。好大的酒气！你这毒妇！他想抬脚踹我，我快他一步，先给他踹了。婆婆听到自家儿子的惨叫，带着2个丫鬟就要闯入新房，春桃还守在门口。好你个小美人儿，早些年害我们家败落不说，如今还敢动手打我儿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按住他！我推开2个丫鬟，接着我重重捏了捏婆婆那能掐出水来的脸颊。放肆！你竟敢奖励我娘！我要休了你！不，我要告你！告我？先不提你有没有那本事，难道仕途也不要了？你是不是忘了我爹是谁？姑爷，你走到今日不容易吧？莫要一时冲动毁了前程。奴婢今日看得一清二楚，是你们母子2人殴打我家小姐在先，明日可要请老爷做主的。放屁！明明是他打的我们！我不信你敢杀亲夫！母子2人终于老实，乖乖跪在地上，什么也不敢说。你们曾经认识我？祖母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疯子。你那会儿才3岁，大概早就忘了，我祖母当年替你家做过看护的嬷嬷，就因为你发了疯伤了我祖母，害她丢了那么好的差事。打那以后，我祖父成天拿我祖母撒气，我爹又学了祖父的样子，日日打骂我娘。所以你后来拿2个丫鬟出气，倒是家传的本事。我祖母日日骂我，说什么都怨在我头上，凭什么？当年要不是我被推去碰你，你就不会发疯，就不会出那档子事儿。所以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你。不客气，他指望我愧疚，可惜我倒觉得像是替天行道。你方才说我害你家家破人亡，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害的，是他们自己做的。哦，那便不必说了。陆景年似乎还有一肚子话要说。几年前，我祖父追打我祖母，一路追到河边，我爹拦在中间，3个人都落了水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发奋念书，一心要将你取到手来折磨，也要叫我那死去的祖母瞧瞧，我到底是不是辈子伏低作小的命。不用谢，他因怨恨我才成了举人，算起来我帮了忙。思考后，我竟觉得自己做了好事，所以这个回应比较可行。你们2个打他，就像是曾经他打你们一样，还不动手。夫人，您这是将奴婢们往绝路上逼啊！其中一个丫鬟名唤翠儿，终于鼓起勇气对我磕了一个头。罢了，罚了，都下去，反正来日方长。既然他们有所顾忌，那便算了吧。春桃拿出钥匙将门打开，那4人屁滚尿流的往外跑。第2天清晨，娘，相公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没去哪儿，出门买些东西。那一道去吧。不必了。不是要去报官吗？一块儿去，也省得来回折腾。我的话又是令他们虎躯一震，他们没想到我会知道。毕竟昨晚他们母子可是躲起来小声商量的，就借着昨晚的事告我殴打举人，不但可以休妻，还能霸占我的嫁妆。而且他们认为我不占理，我爹也不能将他们怎样。他们看我抬起手来，忙抱住头，怕我再动手。结果我只是扶了扶头上的簪子，还不走。娘子，我不去了。姑爷，你和老夫人顶着2个猪头去报官，
就算是打赢官司，这人也丢得彻底，何必呢？你的丫鬟说是我打的，我的丫鬟说不是我打的，我反咬你们母子自己打自己，就是为了坑我的嫁妆。你说我们是否说得清？姑爷，别到时候里子面子都丢了，让外人看了笑话。你到底要如何才能放过我？此刻的陆景年的肠子都要悔青了，真不该为了儿时的痛苦将这疯子娶回家。本来是想扬眉吐气的，结果惹了一身骚。姑爷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家小姐自然是要和你好好过日子的。相公，你我必会白头偕老。对了，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你，我要去找你爹！你们这是骗婚！听不懂话，我要吃饭。是，我们这就去做。我耐性有限，懒得与他绕。听我的话，万事太平。婆婆将她安置在书房，大骂那2个丫鬟没有眼力劲儿，还不去做饭？2个丫鬟忙跑到厨房忙活去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早饭上桌，我们3人围坐在一起，3个丫鬟站在后面伺候着。我吩咐道：“春桃，你们也去吃饭吧。”好嘞，小姐。春桃姐姐，我们不能走，还没伺候好主子吃饭呢。是啊，春桃姐姐，你快放开我们吧。没事儿，以后这家里都听我家小姐的，你们放心来吧。只留下无语的2人。吃过饭后，春桃拉着翠儿、碧儿帮忙。所谓帮忙，便是把我的沙袋挂上去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谁让你们听他的？换成石子，废了你的手。这家里的规矩，没有我家小姐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打人。听清了。听清了。当天下午，陆景年在书房读书，他娘独自在正厅待着。夫人，您这样对老爷，将来可让我们姐妹怎么活啊？您若是不在，他还不往死里打我们。你们想离开吗？我们卖的是死契，夫人是要将我们卖了吗？你们可以嫁人，如果有这个意思，我便找人为你们说媒。他们也可做姨娘，不过那种烂人疯了才给他做妾。夫人，奴婢们和老爷清清白白的，不是他的通房，他就是单纯的打我们出气而已。这么说，是相公不行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站在外面的陆景年将门推开了，脸黑得如锅底一般。每次打人前都这副嘴脸，如今嘛，不敢动手了。你这婆娘，你真是……我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对着院子的沙袋重拳出击。他竟感到深深的绝望。陆景年老实多了，不打人也不骂人了。3朝回门，陆景年见到我爹的面，一下子跪了。想来这几日被我收拾得不轻，总算逮着个能哭诉的人了。青儿，你打他了？没怎么打。贤苏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嫁出去的女儿怎能收回？我女儿清清白白又没犯错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沈念清殴打婆母视为不孝，殴打恐吓夫君视为不敬，当着侍郎府所有人的面，我要休妻，否则便去报官。证据呢？贤苏，你没有证据诬赖我女儿，还真当我侍郎府是吃素的。贤苏，我这女儿从不随便打人，不像你，只要你好好和她过日子，老夫在你仕途上自会提携。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被我爹玩得明明白白。陆景年到底还是歇了休妻的心思，毕竟我爹的态度摆在这里，他讲不了道理。吃过饭后，我爹留下陆景年说话：“青儿，你们圆房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你不愿意吗？”“不是，他不敢。”“妹妹，你打算跟他过一辈子吗？”“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一辈子。”“青儿，既然你们已经成亲，那便圆房好好过日子吧。将来生了孩子，生活才有指望。”
青儿，姐姐有小宝宝了，这个孩子来之不易，是我将来的寄托。姐姐嫁入侯府快1年才怀上，这孩子对她而言是往后日子越来越好的一个起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在侯府过得不好，也知道你不想让我插手你的家事，答应我，你和孩子一定要好好的。倘若你们出了什么事，我会让他们一家付出代价。青儿，放心，我能把日子过好，不要自己硬扛，有事一定来找我。我答应你。姐姐是这世上唯一能让我低头的人，只要她好好的，别的都不重要。几天后，我和婆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，3个丫鬟也去别的房间吃饭了。自从我嫁进来后，翠儿和碧儿再也不用等陆景年母子吃完饭后去吃他们的残羹剩饭。尝尝今晚的汤怎么样？回门之后，陆景年像是转了性，格外殷勤。只是这殷勤来得太刻意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娘子，为何不喝？你们下药了？儿媳的哪里话，我们怎会做这种事？不信我喝给你看。奇怪，这汤里怎会有一种令我不舒服的味道？怎么会呢？今日的汤味道不错。相公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人，五感极其灵敏，就像狼一般？娘子，算你厉害，我认栽了。说说吧，下的什么药？就是一种让人身体慢慢变虚弱的药，剂量很小。我只是希望娘子温柔一点，好好过日子。你们喝的汤也是这个味道，看来剂量小，确实无碍。娘子饶我这一次，从今往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服了，心服口服，后半生以娘子马首是瞻。春桃，回来吧。好嘞，小姐，我去吃饭了。陆景年母子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这一次是真的老实了。对我，他们已经无计可施。小姐，汤底我留了一些，明天我就去找人验，看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没准那母子2人给小姐下了穿肠毒药呢。他们不敢，把我毒死的后果，他们承担不起。小姐，就这么放过他们，是不是太便宜了？来日方长，猎物要慢慢戏耍才有意思。都听小姐的。婆婆死了心，知道甩不掉我，便催着我们。日子总要过，孩子也得生。不知你是不是真的不行？你这女子，怎可如此不拘小节？看来倒是比我想的还要拘谨。出嫁前，姐姐给了我一本画册，这房中之事还是懂一些的。昨晚娘子受累，让她多睡会儿。这烂人还挺纯情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几个月，姐姐已怀孕7个多月了。这期间我去看过姐姐几次，姐姐除了精神不太好，倒是没有其他不妥。我常让春桃打听姐姐在侯府的情况。春桃的姐姐名叫冬梅，是我姐姐的贴身丫鬟。正因为有这层关系，姐姐的情况我基本是了解的。转眼几个月，她老实了，不打不骂，言听计从，手痒了就捶沙袋。陆兄，这是做何用的？锻炼体魄用的。可否示范一下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看到了，就是干这个用的。妇道人家，快回屋去。陆兄，这就是你说的母老虎，
嫂子如此貌美，你还抱怨？看什么？想打我？娘子误会了，只是娘子还需注意，不要轻易见外男。见又如何？你是我的，只有我能看，只有我能碰。老毛病犯了，今晚睡书房去。娘子，我错了，今晚让为夫好。滚！好，我滚，晚上再滚回来向娘子赔罪。时间又过去了2个多月，而这个时候的陆景年已经参加完会试，刚刚中了进士，家中一派喜气。可我心里总不踏实，总觉得姐姐那边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姐姐生产在即，就在前天，我去找嫡母陪我一起去侯府，希望由嫡母出面，让我留在侯府陪伴姐姐生产。但侯夫人一再推诿，甚至当着嫡母的面讽刺我是个疯子，留在侯府反而对姐姐不利。最终嫡母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带着我先行离去。姐姐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委曲求全的人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都没有发难。当然，前提是侯府能让我姐姐平安。这天下午，姐姐的贴身丫鬟冬梅跌跌撞撞地来到陆府，只见她浑身是伤，一条腿也受了重伤。在见到我们的一瞬间，大哭着扑进了春桃的怀里。冬梅，怎么回事？二小姐，求您救救大小姐！今日她和世子争执，世子将她推倒在地，当时便出了血。他们怕我出去报信，打伤了我的腿，关进柴房。我是爬狗洞逃出来的。娘子莫冲动，还是先去通知岳父大人。休要拦我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娘子，你要是在侯府伤了人命，我们一家都会被连累。春桃，拿纸笔来，和离书或是休书随便你写。今日之事我一人承担，和你陆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春桃，去侍郎府叫我爹，我先行一步。是。姐姐出了事，我又怎能袖手旁观？这世上能让我不顾一切的，只有姐姐。陆景年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握着写有我名字的纸。儿子，快，赶紧写休书！老天保佑，总算是能摆脱这个疯女人了。如今我儿刚刚中了进士，前途无量，又生得相貌堂堂，想找什么样的大家闺秀不行？娘，你就别添乱了，容我好好想想。还想什么想？难道真要等那疯女人在侯府闹出大乱子来，连累了我们全家吗？从大门到姐姐的院子，一路上拦了不少人。我拎着棒槌，人挡打人，佛挡打佛。母娘，我力气再大，也从未练过武。一个人对10几个带刀侍卫，撑不了多久。住手，否则杀了他！这侯府的主人定远侯抬手示意侍卫停手。侯爷，世子，少夫人大出血，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小。保大，我姐姐若死，世子陪葬。好，都听你的，莫伤害我儿子。叫最好的大夫来，全力救我姐姐。他活，世子活；他死，世子死。快去请大夫，最好的大夫都请来。二小姐，求你放了世子，我愿代替他。柳儿，你怀着身孕，快离开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她是假孕，那是鸡血。去看我姐姐，快，先去看少夫人。从柳姨娘出现的那一刻，我便闻到了她身上的鸡血味。这点把戏骗不了我。
柳儿终于不叫唤了，一脸的死相。辅医在施针，稳婆在喂药。我握着匕首，等一个结果。夫人没事，过度劳累睡着了，好好休养便可。我劫持世子走出房间，给姐姐留下一个可以休息的环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爹和嫡母总算是被放了进来。青儿，快放开世子！不行，他们要谋害姐姐，我要把姐姐带走。放肆！无凭无据，血口喷人！为何冬梅被你们打断腿关进柴房？为何我来侯府你们百般阻拦，甚至派10几个侍卫围攻？是怕我破坏你们的阴谋吗？你们难道不是想趁姐姐生产害她性命吗？姐夫，你来解释。若答案我不满意，你这条命我定要收下。放肆！娘子，快放开世子，剩下的交给周大人。我只要带姐姐回家，就这么简单的事，你们为什么不答应我？周大人，侯府欺人太甚，请还我女儿公道。这周大人武功高强，是王朝第一高手，也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明。侯爷得罪了，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，请皇上定夺。陆景年来之前将冬梅交给了周大人，有这个证人在，很快便会水落石出。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牢中，身后是他的怀抱，四周是冰冷的铁栏。我姐姐怎么样了？你心里就只有她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被我连累了。你应该把我休了才是。你姐姐和孩子已经被岳父接回侍郎府了。至于我，身为你的夫君，确实被你连累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摆脱我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两个是天生一对？就在一起凑合过吧，免得去祸害别人。你的仕途不要了？周大人说你8成要被流放，我大概会被贬到外地做个小官，到时候请岳父帮忙把咱们弄到一个地方去。你甘心？用我祖母的话说，我这奴才命竟然娶到了你，还不算逆天改命？你放开我，会更好。比起更好，我更无法放开你，这是8岁便有的执念。好吧，我与你和好，免得你去祸害别人。彼此彼此。8岁那年，他因恨我而发变，如今这份恨，大约已变成了别的什么。7日后，我和陆景年被放了出来，两人一脸懵，怎么就被放了？周大人拿到姐姐和冬梅的证词，又审出稳婆的口供，这才真相大白。世子宠妾灭妻，受柳姨娘蒙蔽，柳姨娘买通稳婆要害姐姐性命，幸好我拦了一回。世子呢？圣上震怒，夺了世子封号，发配蛮荒之地，那个柳姨娘赐死。这世子封号补偿给了姐姐的孩子。侯府那3人看似被柳姨娘蒙蔽，但实际是否知情，私系极恐。圣上赦免了我和陆景年，这多亏了周大人和我爹的求情。青儿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姐姐没事。这小东西皱巴巴的，却让我心里暖得厉害。你力气虽大，却从未习过武，若经过系统训练，不可限量。可愿拜我为师，学习武功？师傅。3个月后，我同陆景年去了边疆草原，他在此养马，定远侯的报复，毁他仕途。这样也好，京城不适合娘子，每日在草原策马驰骋，岂不会快活？再说谁说养马没出息？我可是有实权的养马小官。这就是你的精神胜利法。